虎场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何宇，我在《百花杀》中饰演太子校花用。大侠们是看我身子娇弱，便想欺负我，活动一下也好。那就是以下哪个标签会让你发出对就这么宣传肖华用的感叹？无钱无权，但8块腹肌。我觉得8块腹肌可以，但是无钱无权不行，因为太子是最有钱最有。不能说最有权了吧，年轻一代的翘楚了啊！8块腹肌代表着一种健康，代表着我对肖华一种祝福。大家都说何宇就是一身肌肉，但还兼具了少年感吗？你是怎么练出这样的感觉的？就是健身的时候多笑笑啊，然后把健身当做一种写作业的感觉吧，可能能想到小的时候写作业的感觉，可能有点少年感。我觉得健身举铁这件事情非常的枯燥，就不要太追求肌肉。追求一种主要是为了拍照好看。我觉得腹黑是有的，交腹也有，我觉得这都有。你那个什么我很哄啊，这种后面还有很多，后面还有很多。这种是在你的舒适区吗？很喜欢说这种。其实每次说完以后，自个儿有时候会给自己说笑，然后可能会给对手说笑，因为确实这些词儿都是很真诚、很认真的说出去。其实肖华用自个儿经常哄自己，他确实说的是肺腑之言，他就是很好哄。那这把和梦姐输人局了哈。当知道两个要打百花杀时，你最想对她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一搭特别的痛苦是 BE， 我说角色啊，我个人跟当然很好，然后我希望这回拍摄的时候开心，肯定是我们俩在一块儿肯定会很开心的，然后希望我们的角色也能有一个美好和圆满幸福的结局。他们说你们真的好有缘分，你们那个什么待到秋来9月8嘛，然后我花开百花杀，对，然后你落笔是那个叶鼎是吗？当时让我签个名，我写个何语也不合适，我想了想我写啥呀，然后刚好当时是在叶鼎之正在播，我说我写个叶鼎之吧，反正大家都是古诗词和古代的名字嘛，就这么巧写到一块了。其实没有太多的设计，当时也不知道写啥，然后我们俩就写了这么个。当时甚至也没想到后续能对，完全没想到，完全都不知道啊！当时太早了。大家都说以为是粉丝改的，就是你的粉丝写的，没想到是正主亲自自个儿写的。打卡地了哈，现在是大家都说孟子怡是内娱姐字辈第一人，你对她的称呼或者备注也都是姐。我的备注肯定没有姐啊，备注是 logo 就是表情啊，这是我们俩的秘密，回头有机会的时候告诉你。那你现场就是叫她是孟姐？我能叫她啥？我叫她梦梦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俩甚至熟悉到可能不用叫，就是她说这句话肯定是跟你说的，然后在人群中直接就说就行了。就没有称呼了都啊，魏燕也没有，不用那个没必要他会叫你什么宇少之类的吗？宇少可能有些时候他要开玩笑，就宇少，类似这种吧。正常人应该不会说是宇少吃了嘛，不会这种特别正经的叫这个。就是百花杀就直播那天，你有看到大家说什么第一次见到人这样狗食吗？其实当时没觉得那么好玩，后来看那个回放，确实我稍微觉得自个儿有点欠。你说咱直播第一天播剧宣不聊角色，在那儿戳人狗干嘛？然后完事儿以后咬我2口，我还放黑皮过去。我因为巧克力当时表情我看不见，我看回放发现黑皮放过去，巧克力质押了。我跟巧克力确实挺熟的，那么久了我还带他出过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我非要整这一套，那个可能是腼腆吧，或者说这个人每次哎呦一上来了，可能有这意思吧。巧克力有智慧的，老巧。我觉得他很聪明。说不上来，大智若愚吧啊。黑皮这个名字当时是怎么想到？因为我小名叫 Happy 谐音黑皮嘛，然后黑皮也黑黑的嘛。那你猜一下，以下有意思的狗狗的名字是谁起它？考你一下。第一个法拉利，那应该是个爱车的人。他确实是一个很爱车的人，他还会开赛车。这个你觉得他是谁的狗？周易然。哦，对。我好像看到过他抱着这个狗的视频。他还有个柴犬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柴犬我没见到。他柴犬叫茅台。这个茅台跟法拉利还挺搭的。那这样是 Monkey， 猴子，后名号柴犬。我刷到过这个。很可爱，我们猪猪被后名号养得很胖。这小狗我倒是没见。下次有机会可以见你。应该黑皮很喜欢小狗的。黑皮是一个广泛交友的小狗，就看人家喜不喜欢黑皮了。自行车，吴磊不是，好大呀！养金毛了我确实不知道。黄景瑜，不是，他确实养狗。我知道他有一个那个大黑狗。那这个是谁的狗？宋威龙。猜到的。这咋猜呀？最后一个靠你的智慧了，火锅。四川渝的敖瑞鹏。不是。王帝应该叫串。王源。他的狗是个萨摩耶。叫果果。是火锅，都是川渝，怎么会是火锅？有点空耳。感觉大家都很会起名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最喜欢的是哪个
黑皮。我觉得法拉利不错啊，那就之前去汪苏泷的演唱会当战歌嘛，感受如何？特别嗨，尤其是《后会无期》播出的时候，我想上台跟他一起唱。那今年有机会吗？马上鸟巢要来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努力一下，我把这个唱跳水平提高一下，可以跟龙哥合作一下，挺好。机会让他来唱你剧的 OST。行，他那是 OST 大王，我当然知道了。有机会让他来唱你的好 OST 哈。那在韩国，谁会成为以下你的搭子哈？第一个吃饭搭子，吃饭搭子，梦姐吧。梦姐虽然她平时很瘦，但是还是挺喜欢吃好吃的会带他去你的烤肉店吗？啊。当然会了，当然会。那第二个机车搭子，机车搭子磊子陈磊，因为我们确实经常一起跑山，还有敖瑞鹏。你是骑机车认识的吗？敖瑞鹏是，陈磊不是。那第三个篮球搭子，我最近经常打球的弟弟王鹤棣，啊，王鹤棣，我以为哪个弟弟啊？那你觉得他篮球技术怎么样？可以。弟弟倒是一下班我们就约着打球。你们会经常去红明号那个篮球馆吗？对，就在小河那个篮球馆，支持朋友的产业。那你会跟他在他的篮球馆打吗？跟红明号？也打过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打球了，他应该比较忙。那作为内娱走路天团中的一员嘛，然后你还知道其他人吗？黄景瑜，哦，他的一步三摇。对，一步三摇呢。对，我刷到过，确实很带劲儿，尤其他穿一些制服的时候。还有呢？孙红雷老师，我小时候看征服，那个走路确实有点东西。哦，第一个照片张若昀老师，这照片我还模仿拍过，因为我觉得很帅。然后第二张照片，我的车头就在这儿，那为什么不把我放出来？这是我跟陈磊。对，是磊子。第三个小猴嘛，挺好，墨镜、头盔都有。看起来骑得很好了哈。他主要是帅，骑着帅。那第四个就非常专业了，应该是王一博，他应该骑的雅马哈 R3吧，这应该是。他有研究，老师。R3赛道版很好骑的。你有看过他的那个比赛是吗？看到过，王一博确实骑车技术已经算是很拔尖的，很厉害了。有机会跟他也约一下。约赛道，敖瑞鹏，阿普利亚 2S660。哇，这都是车型。那他买车有跟你沟通还是？那当然会推荐了车型了，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西藏骑了那个 ADV， 然后磊子就问过我哪种 ADV 好。后来吧，问着，我跟他说了一堆，他也没买。我说你咋没买？他说我骑你的不就好？我说那你问我干啥？对，问半天，最后说，哎，算了，不买了，我骑你的就好。那应该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走路非常带范的男团老师黄靖瑜，在内娱当兵的男人。这一辆车应该是金，这个警车应该咋也不知道。应该是春风吧。Hello， 虎场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赖伟明。欢迎我们烈王小九。让我们再来填空一下哈。肖长营的爱像什么？我觉得肖长营的爱像冬天里的梅花，因为它既冷冽，但是其实是又有温暖的那一面。第二个，肖长营的幸福是什么？肖长营的幸福，我觉得应该是又能保家卫国，又能跟自己相爱的人厮守相生。那肖长营的遗憾在什么？他爱的人不爱他，然后且他的至亲的人离他而去。当时看剧本的时候，看到你爱的人不爱你，什么感受？理解，其实是理解的，因为他到最后其实也是理解了沈西河为什么就是不会选择他，就是也得站在沈西河的角度来思考两个人的关系嘛。那我们再来 PK 哈，肖长营 PK 大伟明，第一个谁更直球？肖长营。那你现实生活中不是那种直球的人是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可能还可以，但是肖长营会更直球。就因为他比较野吧，比较刚，我理解，我尊重，我也欣赏。那第二个谁更霸道？肖长营，我倒没有那么那个，就直接问人家嫁不嫁什么这种。对，我觉得反正不是赖伟明能说的。那第三个谁更会穿？那我肯定希望是我。那肯定是你啊！大家都说你穿搭就是审美很在线。反正我觉得他穿的也挺好看的，反正因为他那个衣服其实现场看质感什么都特别好。你有一个就是黄黑造型那个非常出圈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个是内搭，那个都不是外披，那个是露不出来的那一套。我当时有说过，我说那个内搭很好看，就是说那个内搭应该外穿的。那就是百花杀开机的时候，你和梦姐就是互相打量的嘛。然后你当时内心的 OS 是什么？我看到那个路透了，但我不知道我俩都不知道我俩当时在干嘛。大家都说你们俩从互相打量的关系变成了很亲密的朋友嘛？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熟的你？拍摄过程中慢慢的就变熟了，因为梦姐本身她性格就非常好，然后在现场其实也会带动气氛，然后她的性格就不太会让人有就是很强的疏远感或者怎么样的，她就是特别容易让人亲近的一种性格。
就是因为我以前对他的了解，可能就是也是看剧啊，然后包括看他的采访，还有综艺节目啊，了解他。其实跟我的反差没有特别大，除了就是他有的就是演沈西河的时候会比较有拽，有很严的那一面的话，别的性格我觉得都是跟我印象里面是一样可爱的。你说看他的剧嘛，你知道大家都说赖伟明才是那个墨子的事业粉。是啊，肯定是事业粉啊。如果夏长莹和沈西河穿到了现代的话，你希望他们俩是什么样的身份关系呢？情侣啊，因为那不是完成肖长莹没有做完的梦吗？那如果是可以有职业身份那种，律师都是律师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很正式、很板正的那种感觉。就是第一个脑子里面想的可能就是穿西装。你知道吗？大家说想看你和他搭那种电竞文，就是电竞大神。电竞文也可以，但他打游戏厉害吗？他打游戏吗？平时他是那种萌新小白是可以的，也可以啊，我可以演大神啊，那也是吧？我可以演大神。大家都说你这种长相的打瓦最狠了嘛，游戏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心软的时刻？打游戏还心软？没有。对方是谁都不会心软。跟朋友打的话，那另外一回事了。那如果我是自己打的话，匹配到的队友那不会啊。那如果在游戏里碰到粉丝 ID 呢，就是说什么赖伟明好酷这种。专挑着杀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知道吗？你去那个打网那个活动简直大出圈啊！那个我很喜欢玩那个游戏。然后大家都说你们打瓦界的颜值简直的包的。那你们几个一起打的话，你觉得谁会赢？你们瓦界颜霸组一个？我还真不知道哎，因为没跟他们打过。我觉得我应该还行吧，我觉得应该我能做到最强辅助吧，还不错。那就尽在综艺里圈粉无数嘛，什么时候可以常驻综艺？这段时间其实一直是有综艺来找，但是因为可能时间问题，包括适配度的话，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合适，所以就是之后的话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还是会愿意去参加一些综艺，然后也想进去玩一玩。那你想参加那种什么推理密室啊，或者是密室我喜欢。你是坦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很喜欢玩密室，就是那个玩完之后会很放松，我会享受那个过程，但其实也是怕的。那如果百花杀你们一起进密室的话，你觉得谁保护谁都是？你看起来何宇跟西哥应该是不怕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对。但其实我感觉我是会往前冲的那个，因为我怕，但是我又往前冲，我属于是这种，我很奇怪，然后我怕又不会叫出声来。那孟子义呢？我感觉他从头叫到尾。就是大家说考古的风直接吹到了赖伟明，然后面对大家的考古有什么感受呢？别考一次被骂一次。没有啊，就是很可爱啊。我觉得被考古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，但是就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嘛，所以声音会非常多。那如果可以穿书，你希望穿到以下哪个角色上？第一个梁国霸总，第二个阴湿男鬼，第三个阳光学长，第四个痞怪糙汉。阳光学长吧，因为之前演的那个《骄阳似我》，庄旭其实是比较清冷的一种角色嘛，然后阳光学长其实是之前没有怎么尝试过的，所以其实还蛮想尝试一下的。就你这个年龄正好适合演校园文。哦，对，天才女友，天才女友她不算学长，但是她是校园文啊。天才女友也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你那个黑色高领的那个衣服的那个鹿头也很出圈，男人最性感的衣服。我没有，就是大家的夸赞我很感谢大家。作为戴玉洁最会跳手势舞的人嘛，好，那你有什么手势舞秘诀？没有哎，就纯感觉，因为我基本上都是手机随便一架，然后就找个地儿就开拍那种。如果你可以开一个手势舞班的话，你会找谁做你的合伙人？梦姐吧，她镜头感好啊，跳不好的话可以教她嘛。她就是有没有跟我们横店宠物界最受宠的丽皇打交道？丽皇是什么？巧克力。巧克力哦，肯定有见过她呀，我没见过还得了啊？她在化妆间也我们经常包她呀，在现场也包，在车上也包，她好像都在现场基本上，所以我们也跟她的那个相处时间也比较长。巧克力真的很可爱。那你在剧组的时候有看到别人来剧组偷狗吗？我印象里面好像曾舜晞来的是最多的。那如果你是丽皇的粉丝的话，你是她的什么粉？颜粉吧，那么可爱。可能给我们丽皇把这个片段给她看。她有微信啊？有丽皇专属微信了。那就是当知道要去白玉兰舞台上表演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第一反应其实兴奋更多，然后随之而来的其实是紧张。因为我知道白玉兰很盛大，然后包括有很多前辈演员在，所以其实内心是又兴奋又紧张的。然后到了现场之后，也见到那么多演员。虽然说就是没有什么机会能跟那个前辈演员交流，但是其实留了一个很深的印象，也希望以后能够跟这些前辈演员一起搭档一个戏或者怎么样的，跟他们好好学习一下。那有没有哪位演员是你演艺道路上的航标呢？邓超老师，我觉得邓超老师演戏的时候特别有魅力。那日灼星，还有段奕宏老师。以下哪些评论会让你红哈？第一个，
振宇、庄飞何曾有过间隙，你应该听了很多次了。我昨天刚听他们说的，那什么东西？你的评论区全是这个呀，就是我们不懂。看到你这张帅脸以后，就对庄旭的所有的那个什么都消散掉了。庄飞是庄旭啊，我不懂哎，就跟那个什么一样，我也不懂，就是什么不在不在意外哥哥，那我也不懂什么东西。你应该说算哥哥没用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没有理解的很通透。第二个，欧巴的脸应该深移。很感谢大家能这么有这么一个评论，但对我来说，我不会红温。那你看到孟子怡说每次都被你的脸帅到不认识的时候，内心的感受是什么？那被梦姐夸肯定很爽啊！现在不会了，现在认识了。那就是如果在百花杀的剧组玩守护天使和捣蛋恶魔的游戏哈，你会选择谁？那梦姐可以守护啊！我做什么会让她开心啊？给她点吃的，然后给她讲笑话。我觉得给她点吃的，其实她会特别开心。因为她因为她现在太瘦了，所以多吃点东西其实她好一点。那现场他会给你分享小零食什么？会啊，但我分享的给她更多一点，因为她那个时候太瘦了，所以有跟她说多吃一点。那他会发现你会是他的天使吗？那不会，因为都这样，欣然接受。她会欣然接受的。她会说谢谢。哦，麦麦，你是催生是吗？对，啥意思啊？小弟在旁边掰玉米，然后掰不动，然后麦麦说我来，有点没面子。在掰烤玉米啊，我以为地瓜。麦麦现实生活是这种很可爱、很耿直的性格。是啊，他本人就是啊。这个是真人秀吧，算是。如果你可以跟他一起上综艺的话，你想上什么类型的综艺？我也想上真人秀，对旅游类慢综艺。梦姐呀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刷到过。是点赞了吗？那我肯定，我只有大号点赞点不了。那梦姐又在你们百花杀的剧组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喉。哎呦，我们去 KTV 过，其实还好，没有那么那个网上所谓的那种跑调什么的，就可能没有那么专业，但他其实唱的还是有他的风格。雪晴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别人问他说你推荐谁来桃花坞，他第一个。我看到了，不太会说那种话，我就只会说谢谢，这真的是由衷的感谢他。如果再去嗨六跟他，比如说舞台搭档、竞技搭档、知识搭档，你哪个会坚定的选择？因为答题肯定是首选，因为他很厉害。舞台呢？舞台也会啊。都会坚定的选择我们雪晴。这是小是吧？就是那个综艺节目里面那个。他现实中也是这种迷糊的性格，呆呆的、迷迷瞪瞪的感觉。这是小田啊。你知道他是甜毯吗？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他这个衣服的那个表情包。